顾凌霄，我等奉龙后之命来取你性命，乖乖束手就擒，给二殿下让路，龙后说不定能留你一命。聒噪！又浪费一把造纸。不知不觉，我在这藏龙渊已经镇守了快3年，历练之期将到。我这个后妈看来是急了。3年前，我下山回宫继承皇位，才得知后妈柳若兰软禁了父亲，还笼络3位长老，故意为难我。顾凌霄，你要想以大皇子身份回归继任龙皇，必须先服众，镇压藏龙渊3年，你可愿接？藏龙渊乃是人界与幽冥的交界口，怨气横生，普通人靠近都是九死一生。我接。顾凌霄，藏龙渊可是大凶之地，有去无回。若死在里头，你这皇位可就没了。那不正好能给我那个废物弟弟让路？你……不过他还真是小瞧我，找一群废物来送死。这世上除了暗夜的首领那位神秘的美女杀手影玉之外，还没人能杀掉我。影玉大人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大人恕罪，属下有急事汇报，说您找了3年的恩人找到了。他现在就在金海市，身份是环卫工。环卫工，没错。走。这几辆不是4大家族的车吗？难不成是4大家族的人来了？会吧？这腿比我命都长了，这种女人这辈子能看到1个就值了。今天竟然来了3个，这谁受得了？4大家族的人竟然来了3个，难道也都是柳若兰找来的？你就是顾凌霄？没错。我柳温秦家要退婚。凌霄，你可知为父为何要隐姓埋名，用100年庇护换这3份婚约吗？而不知。刘家、温家和秦家都是已有上百年基业的大家族，为父护他们100年，换来这3桩婚事，定可助你顺利登基。父亲，而如今的实力足以纵横天下，不需要您。傻孩子，孤木难成林，独木难支天。现在局势不明，你日后要继承大统，需要助力。到时你亮明身份，这3大家族就会是你的左膀右臂。怎么不说话？我知道你不想退婚，可惜这事儿由不得你。我柳家的女人嫁就要嫁给有地位的男人，龙国上流社会的翘楚。你一个扫大街的，这龙国随便拎出一条狗身上流的血都比你高贵。不错，我温家的女人要嫁就嫁有实力的男人，要么是学界泰斗，要么是领域精英。至于你，就你这弱不禁风的样子，怕是连扫大街都扫不干净。我秦家的女人要嫁就嫁比我有钱的男人，光我名下的资产，怕是你扫300年的地也挣不来。这3个人竟然是来退婚的，这扫地的祖上什么身份？竟然和龙国3大顶级家族都有婚约？什么身份又能怎样？如今不还是被人家嫌弃了？被3大家族同时退婚，我都有点可怜他了。可笑！3年之期将到，等我继承了大统，整个龙国还有比我实力更高、地位更高、更有钱的人。你们不嫁，我嫁。苏叶，他怎么会来这里？苏家的下任继承人怎么来了？难不成苏家和顾凌霄也有婚约？应该不会，当年的苏家还不入流。是苏叶回来后这几年才逐步走到4大家族龙头地位的。难道父亲当年和苏家也订了婚约？苏家，4大家族之一的苏家，不止。听说现在苏家已经稳打过另外3大家族一头了。苏叶，据说集团里所有反对他的人都被他给不简单。还真是你，苏大小姐，你不在苏家待着，跑这儿来要嫁给一个环卫工。苏叶，我听说你为苏家拼死拼活，结果苏家那些老东西还是要把继承人的位置给你那个废物堂弟。苏小姐，你能力再强，无非是苏家的一枚棋子，我劝你最好别管闲事。好利落的身手，这不是普通保镖能有的水平，恐怕是暗夜组织的人。这个苏叶，难不成是暗夜的人？你敢动我的人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柳家大小姐。苏叶，你这是要和3家同时开战吗？你想清楚，你只是一个棋子，苏家不会容忍你招惹我们的。苏叶，我们3家已经投靠了2殿下顾凌天，你招惹我们是想让苏家在龙国混不下去吗？看来顾凌天已经笼络了3大家族，下手倒是挺快。不过废物终究是废物。
我可是二殿下，这世上就没有我苏叶不敢惹的人，你想试试吗？这女人有点意思，我喜欢。秦家人是在找死吧？我听说上个月有个小家族不长眼得罪了苏总，结果全家23口一夜之间全消失了。全消失了？难道？谁知道呢？不过这事都传遍了，这3位怎么还敢跟苏总叫板？张家23口是你做的？我怎么听说是暗夜组织？难道你是暗夜的人？苏总，我错了，我有眼无珠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。苏总，我们之前不知道您的身份，求您放过我们。不会吧？还真是暗夜的人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和我认错没用，和他认错，只要他原谅你们，这事儿就算了。这女人是在维护我，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苏叶，你让我们给这个环卫工道歉。顾先生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用退婚羞辱您，求您原谅我。顾先生，我温雪琪有眼无珠，您大人大量，别和我一般见识。顾先生，婚约我不取消了，您能不能原谅我？父亲，您看到了吗？您用100年庇护换来的婚约，人家根本看不上，而我也不需要。婚约作废，因为你们不配。滚！刚才那场面，换做任何人，不是吓得腿软，就是得意忘形。可他气定神闲，不卑不亢，这份胸襟，不愧是我看上的人。怎么了，苏小姐？顾凌霄，我要嫁给你。什么？这是？我的天，这些东西得多少钱？光房产证都10几本了，起码上亿。他这是在求婚？一个身家几10亿的女总裁跟一个环卫工求婚，我耳朵没出问题吧？顾凌霄，这些是我的全部身家，包括我在苏氏集团的所有股权。你要你愿意娶我，这些都是你的。苏小姐，我只是个扫大街的，你为什么要嫁给我？扫大街怎么了？我养父就是扫大街的。顾凌霄，你还记不记得10年前城东老街有个得了重病的环卫工，身边跟着一个小女孩。那天养父晕倒被人送到医院，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被赶出来。爹，医生说你这病得住院。丫头，爹没事，这点小毛病挺一挺就。爹，丫头别怕，爹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你骗人！你等着，我去求大夫。丫头，爹这辈子没什么本事，就你这么一个闺女，你要好好活着。爹，你别睡，你再坚持一会儿，我去赚钱给你治病，你别扔下我。他怎么了？我爹快死了，我没有钱救他。这个给你，拿去换钱救你爹。殿下，这枚玉佩可是你母亲留给您的，不能随便给外人。我娘说过，能救人一命，远胜千金。可殿下，您成年后还要凭这枚玉佩回宫继任。龙皇说过，只有这玉佩能证明您的身份。如果成年后我还无能到要靠一枚玉佩去继承皇位，那我还不如不当这个龙皇。拿着吧，给你爹治病。我后来有钱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他赎回来。我找了你10年，就是为了把他物归原主。当年那人是你养父，他后来怎么样了？他的病拖得太久，无力回天。之后我又被带回孤儿院，直到12岁那年，苏家来孤儿院挑人，他们挑中我成为棋子，替苏家卖命。所以你现在的继承人身份，名义上的，苏家人一边用我赚钱，一边等着我犯错。今天捧我，明天就能踩我。他们说的对，我就是个棋子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苏家？因为我只有变强，才有能力找到你，然后嫁给你。不是吧？苏总真要嫁给这个环卫工？这小子命也太好了，当初帮苏总的要是我就好了，我也能当上金龟婿了。你确定要嫁给我？确定。不是吧，我这身份还没公开，怎么就有美女主动要做我老婆？这些年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？我一直在找你，我想过很多次你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人欺负你。现在好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。我没受委屈啊，我现在这个身份是因为我在历练。我明白。你明白？扫大街对你来说只是历练，你无论做什么都能成功。无知小儿，藏龙渊杀伐之气汇聚，
已然形成空间裂隙，千年间不断有邪魔凶物从裂隙中渗出。等你到了就知道厉害了。顾凌霄，藏龙渊常年由各大势力强者派人镇守，此事艰巨，由你这个皇位继承人去也是合情合理。3年后我自会回来，到时候让顾凌天洗好脖子等着。算了，随他怎么说，就当遗言听好了。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同意你回来吗？你就是我儿凌天登皇之路的阶梯，注定是我儿垫脚石。他就这么无条件的相信我，可惜3年之期未到。我是现在这种身份，我顾凌霄何等何能？顾先生，我家大小姐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你别不识抬举。阿七，闭嘴！小姐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您什么身份，他什么身份？您屈尊降盖嫁给他，他还犹犹豫豫。我跟顾先生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插嘴？他没说错。不，身份不重要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不过现在不行。为什么现在不行？因为我肩负着很重要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现在还不能说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这段时间我还要继续在这里当环卫工。你说什么？小姐下嫁给你，你还要留在这里扫地？你这是分明是故意让我们小姐难堪。是啊，这堂堂苏家继承人的老公在扫大街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大家怎么看他？苏家的敌对势力怕不是要到处宣扬，到时候这位苏总的脸往哪搁啊？不行就算了。行，什么要求我都答应。他怎么这么听话？只要你愿意娶我，我什么都依你。不如你现在就陪我回去见父母。这不合适吧？交给我。没想到苏家这么有钱。怎么了？你要不先去洗个澡？洗澡？对，浴室在右边，热水已经放好了。好。你不帮我洗吗？什么？哦，帮我洗澡啊！你不是要嫁给我吗？洗澡总不能让我自己洗吧？你自己洗。我这美女老婆还挺容易害羞。3年了，顾凌天，希望你别太弱，不然事情就不够有趣了。你怎么不穿衣服？这不是有浴巾吗？再说衣服都在外面。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。痛！对不起，我条件反射。果然没猜错，这丫头身手不弱，怕是有别的身份。哎呀，好像扭伤了。伤到哪了？让我看看。你得负责。怎么负责？自然是给我按摩。是这里痛吗？这丫头是不是故意的？你看哪儿呢？刚才那样不方便，来吧，现在好按一些。别！怎么了？你先转过去。转过去？对，你背对我，我给你按。是这里吗？再下面一点。再下面。这样舒服吗？舒服。爸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慢慢说。苏叶那个贱人，他竟然当众向一个环卫工求婚，还把他名下的集团股权、房产、存款都送给那个扫大街的了。什么？反了，真是反了！苏家的脸都被他丢尽了，他那些东西都是我的，他凭什么送给一个外人？我已经答应二殿下顾凌天，把他献过去，这可是我苏家在龙国崛起的好机会。他现在跟一个环卫工不清不楚，二殿下要是知道，苏家就完了。
那现在怎么办？马上带人把他给我找回来。苏叶啊，苏叶，我养你12年，不是让你坏我好事的。你怎么了？不好看？好看，可以出发了。你干什么？刚才只有我舒服，现在换我让你也舒服一下。现在不好吧？我们还没见父母，而且我们才刚……你想什么呢？我是说，我也要给你按摩。你故意的！我不理你了。你可是我老婆，不理我理谁？试一试嘛，我的按摩手法很好的。放松。美色当前，要不这个苏家今天就不去了。痒。那我换个地方。哟，还挺会享受，把野男人带到家里快活。苏晨，你找死！苏叶，你别嚣张，是爸让我来带你回去的。你干的好事儿，爸都知道了。这就是那个扫大街的，你这眼光可真够差的。我一般不轻易出手，不过你今天成功惹到了我，那就别怪我大开杀术了。一个扫大街的废物，要钱没钱，要地位没地位，脑子怎么还不好？苏叶，你不会是找了个傻子吧？苏晨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怎么，我说错了？爸让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跟这个环卫工在一起，苏家立刻把你除名。除名，随便。这丫头为了我，连苏家继承人的身份都不要了。不光是除名，你手上的资产苏家都要收回。不可能，10年前苏氏集团破产，是我临危受命，一步步把集团做到现在的规模。这些资产和苏家无关，凭什么让我交出来？没有苏家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苏叶，别忘了，苏家养了你12年，不然你早死在臭水沟里了。你现在是想当白眼狼吗？看来苏家人一直在用收养之前要挟的好歹毒的做派。乖乖跟我回去，爸已经收了聘礼，下个月你就和二殿下完婚。你这种货色，能嫁进皇家算祖上积霉，老老实实听话，别给脸不要脸。二殿下，苏家竟然也和我那个废物弟弟有牵扯？不可能，我苏叶这辈子只嫁给他。这事儿可由不得你。你要是敢反抗，我就先废了这个环卫工！你敢？哼，我有什么不敢？你再厉害，能同时挡得住我们3个吗？傻丫头，为了我，连反抗都不敢。动手，把大小姐请回去。真正的男人，从不对女人动手。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困了吧？年轻人嘛，身体好，倒头就睡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难道他不是普通的环卫工？你别过来！苏叶，苏姐，你让他停下啊！等一下，不管怎么说，苏家也养了我12年，让他走吧。我们的事，我会回苏家当面跟他们说清楚。
刚才你是怎么把那2个人打晕的？不好，一着急暴露了身手，现在时机还没到，说多了可能会给他惹到麻烦，还是先找借口搪塞过去吧。啊，我这不是总扫地吗？劲儿大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个了，不是要回苏家吗？我陪你一起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！苏家老宅里里外外都是人，万一他们对你……逃避不能解决问题，相信我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能搞定。奇怪，明明他就是个普通人，可为什么我会这么信任他？好像站在他身边就觉得什么都不怕了。爸妈，我带凌霄回来了。你带这个扫大街的回来，是想跟我们说什么？爸，扫大街怎么了？扫大街也是工作，打扮的倒是人模狗样，可惜啊，穿的再好也是个扫地的。苏叶，你眼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了？妈，你不知道，他还会点三脚猫功夫。昨天把我带过去的保镖都打趴下了。一个扫大街的，没身份没背景，还敢动手打我儿子！我告诉你，这种下等人这辈子都别想踏进我苏家半步。好啊，你还护着他，苏叶，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好好的龙皇夫人不当，非要跟一个扫大街的不清不楚，你图他什么？图他扫地扫得干净，还是图他1个月3000块的工资？我喜欢的是他这个人。你倒是随心所欲。以后别人要是问我们苏家的女婿是干什么的，你让我们怎么说？说出去都丢人。我没觉得丢人，别人怎么说，我也不在乎。苏叶，爸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现在跟他断了。明天跟我们去龙皇大典，等二殿下登基之后，咱们就把婚事敲定，怎么样？没错，明天龙皇大典上，二殿下会继任龙皇。你要是真能被他看上，苏家以后在龙国就是顶级豪门，我在龙国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二殿下其实早就看上你了，如今老龙皇病重，二殿下是龙国唯一的继承人，年少有为，你只要嫁过去，荣华富贵就是享用不尽。就是啊，小叶，你想想，二殿下是多好的人选，年轻、有钱、有地位。你再看看这个环卫工，你可不能犯糊涂啊！你要嫁过去的事儿我都宣扬出去了，明天的龙皇大典你必须得去，我是不会同意你和这个废物在一起的。苏家人为了攀上我那个废物弟弟，真是用尽心机，正好看看我这个老婆到底会怎么选。你们说的我明白。那就好，只要你答应爸，以前的事儿爸都既往不咎。明天咱们……但是我心意已决，今生只会嫁给凌霄。不错，不愧是我顾凌霄的女人。苏叶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苏家养你12年，好不容易把你培养成人，你现在为了个男人就要跟家里翻脸？小叶啊，我们虽然不是你亲生父母，但这些年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我们把你当亲生女儿，你就这么报答我们？这丫头一定很难受吧？被自己教了12年爸妈的人用恩情绑架。妈知道你不是个忘恩负义的孩子，你只是一时糊涂。是啊，姐，爸妈都这么说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咱们是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连着筋呢。你为了个外人，至于吗？爸妈，你们的恩情我记得。记得就好，记得就好。那你看，但凌霄不是外人。快滚！没钱来什么医院？走，走，我们这就走。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爹快死了，凑不齐治疗费，就买个棺材准备下葬。当年我和养父相依为命，养父为了我不分昼夜的赚钱，得了病拖到恶化被送进医院，我才知道是凌霄把母亲留给他的玉佩给我，让我去救养父。从那天起，我找了他10年，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亲人。就这一块破玉佩能值几个钱？也值得记10年。你也太没出息了吧！你要是想要，我现在就能给你买10块8块的。我还以为多大的恩呢，
就为这么点事儿，你就要以身相许？行了行了，别说这些没用的了。苏叶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到底嫁不嫁二殿下？不嫁。好，你有骨气。我今天给你2个选择，你要么跟他断了，乖乖嫁过去；要么现在就给我滚出苏家，永远别回来。我可以离开苏家。为了我连苏家都能割舍，等我登上皇位，她就是龙国最尊贵的女人。你可想好了？你要是离开苏家，就必须要净身出户，以后苏家的一切都跟你没关系了。对，你的股权、房产、存款全得留下。你带着这个环卫工，爱去哪儿去哪儿，我们绝不拦着。对，妈说的对，你必须把东西留下。你一个外人，凭什么把苏家的东西带走？苏家的东西我不会带走，不过我自己赚的。是啊，你以为你的钱是怎么赚的？没有苏家的资源和人脉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苏家饲养了我12年，但我为苏家做的足够还你们这份恩情。你们还想怎么样？还？你还得起吗？你这条命都是苏家给的，一辈子都还不清。苏叶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好，你给我滚！现在就滚！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我苏家的人。既然如此，走之前先签个断亲协议，免得以后说不清楚。好，我签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不后悔？不后悔。这些本来就不是我想要的，我想要的只有你。为了我，他真的什么都愿意舍弃。我顾凌霄这辈子都不会负他。从现在起，这些都是我的了！哈哈哈哈！苏叶，没了钱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这回你就跟着这个扫大街的睡桥洞捡垃圾去吧。到那时候，你可别哭着来求苏家收留你。亲可以断，明天的龙皇大典你必须得去。没错，你得当众宣布和苏家切断，还要和二殿下说明，悔婚是你的个人行为，跟苏家没关系。我们苏家丢不起这个人。好，等我们搭上二殿下，皇家就是苏家的后盾，到时候你就后悔去吧。不知道等他们发现自己费尽心机想攀附的权贵是我时，表情该有多精彩。哼，苏叶，这可是你自己选的，明天等你到了龙皇大典，你就知道自己是多么愚蠢了。今天的事，后悔的只会是你们。走吧。果然是你，猎物自己送上门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走吧。二殿下，刚刚过去的那2个人就是苏家大小姐苏叶和她找的环卫工。苏叶，就为了这么个货色，连嫁进皇家的机会都不要，真是够蠢的。不过蠢点也好，等我把她拿下，苏家就是我。爸妈，你们说他是不是傻？这么多钱，说不要就不要了？他那是蠢，为了个男人做到这种地步。等着吧，用不了几天，他就得回来求我们。回来也不认他，这种不听话的东西，留在家里也是祸害。哎呦，二殿下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快请，快请！二殿下，快坐，来人上茶，上最好的龙井。二殿下，您来的正好，我正想跟您说呢。苏叶那贱人今天带着个野男人回来，非要跟苏家断绝关系，那些股权、房产他都签给我了。他竟然把财产全还给苏家了，那怎么能行？二殿下，这是今年的新茶。
苏家主，我听说苏叶当众跟一个环卫工求婚，还拿自己全部身家当嫁妆。二殿下，这都是误会，误会。这事儿现在可都传遍了。苏家主是不是觉得我很糊弄？不，二殿下您误会了。苏叶那丫头就是一时糊涂，我们已经在劝她了，她肯定还是愿意嫁给您的。对，二殿下您放心，苏叶就是一时迷了心窍，我们已经骂她了。她明天去龙皇大典，到时候我让她当众宣布跟那个环卫工断绝关系。是的，二殿下您放心，苏叶跑不了，她那些股权房产现在都归我了，1分钱没有，不嫁给您还能去哪儿？这人长脑子没有？1分钱没有，我还娶她干什么？明天就是龙皇大典，我要在典礼上见到苏叶，心甘情愿嫁给我的苏叶。要是见不到，我看苏家在龙府不必存在。完了！怎么办？苏叶倒是答应参加龙皇大典了，可那丫头能听咱们的心甘情愿嫁给二殿下吗？啊，咱们苏家不会真要完了吧？都怪那个死丫头，要不是她闹这一出，怎么会搞成这样？啊，现在怎么办？抓！给我派人去抓！不管用什么手段，必须把苏叶给我带回来！可那个环卫工身手有点厉害，上次我带去的几个保镖，被他3、2下就打趴下。那就多派点人，派精锐，把苏家养的那些暗卫都派出去，让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现在不用，什么时候用？暗卫，爸，你要把暗卫派出去？没错，那些暗卫个个都是顶尖高手，对付一个环卫工绰绰有余。你带暗卫去把苏叶给我抓回来。至于那个环卫工，直接解决。记住，做得干净点。爸，您的意思是，一个低贱的环卫工也敢坏我苏家的好事儿，留着他干什么？苏叶没了念想，自然就听话了。对，爸说的对，那环卫工死了，苏叶也就死心了。您放心，我这就去办。苏叶，我看你能跑多远？还有那个扫大界的，还敢打我！今晚就是你的死期！后悔吗？什么？苏家的一切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你后悔吗？不后悔，我想要的一直都是找到你。就为了10年前的一块玉佩？不是为了玉佩，是为了那个给我玉佩的人。这丫头傻成这样，让我怎么舍得放手？大小姐，好久不见。阿虎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小姐，家主有令，请您回去。至于您身边这位，就地解决。想动他，先过我这一关。那就别怪我们无礼了。哼，大小姐，您功夫再好，又能打几个？我们可有10几号人，识相的跟我们回去，嫁给二殿下。这个环卫工死了也就死了。这丫头真是无时刻不想着保护我。身为男人，怎么能让心爱的女人倒在自己面前？我这老婆身手真是不错，怕是和那位顶级杀手尹玉不相上下。去死吧！什么？不自量力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的身份，你还不配知道。你不是环卫工，环卫工不会有这种身手。难道你一直在骗我？我没骗你，我就是顾凌霄。不，我想知道你的真实身份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么多人呢，你别……
枪，这种子弹车挡不了几发。枪，我不需要。把腿伸过来。什么？腿伸过来。你要干嘛？对狙。目标还挺警觉，不过你放心，当年在雇佣兵团的时候，我一人狙过17个目标，从未失手。就凭一辆车也想挡住我？这么漂亮的美女，可惜了，误伤到我可不负责。还不够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……嘘。800米，够。就是现在。怎么可能又没？搞定。你竟然……怎么？不挡着了？你到底是谁？等时机到了，我会告诉你的。我们先回家，好吗？相信我。好。你就住在这种地方？这里便宜，1个月租金300。难道他是嫌弃？也对，苏家家大业大。这些年你辛苦了。他竟然是在心疼我。我一个大男人，住哪都一样。你身手这么好，为什么要浪费自己的才华在那里扫地？难道是有什么苦衷？扫地挺好的，扫地扫多了劲儿大。你是说你现在的身手是扫地练出来的？你又骗！你干什么？劲儿大不大？要不我今晚就证明给你看。你先放我下来。不放。小心！这丫头都知道我身手不错了，还在护着。有机关。这种手法是职业擦手惯用的。好了。这银针淬了毒，这是准备要你的命。都怪我，肯定是苏家人查到你的地址，对你下手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不怪你，这跟你没关系。傻丫头，这机关是我自己设的，本来是想防柳若兰派来的杀手，结果被你拆了，还自责成这样。好了好了，我这不是没事吗？可万一我没发现呢？万一你一个人回来，这里不安全，你跟我回去住吧，我那有监控和24小时安保。好。你不拒绝一下？拒绝什么？难道偏不接受你的好意，继续住着，等着被暗杀才对？这个男人真的和其他人不一样，不逞强也不你干嘛？林香，别，外面有人。
微型监听器贴在你身后这幅画的下面。监听器，苏家人的动作这么快？看这上面的灰尘，这东西已经放了很久了。放了很久，那岂不是苏家早就在我身边布局了？没错，而且这东西不会只有一个。我以为他们只是偏心，没想到他们那些条件都是算计好的。我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知道，我真是太傻，我竟然一点都没发现。你没发现，不是因为傻，是因为你把他们当亲人。好了，不哭了。还有正事。什么正事？之前的按摩被你那个不长眼的弟弟打断了，我们现在继续。请柬呢？没请柬你们来干什么？知道里面是龙皇大典，来的都是龙国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滚滚滚，别在这碍眼。我是苏家人，不用请柬。苏家人？难不成你是那个跟环卫宫私奔的苏家养女苏叶？听说苏家已经把你除名了，你怎么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苏家人？长得倒是不错，怎么想进去傍大款？要不你看看我？你说什么？怎么还想动手？我告诉你，这可是龙皇大典，敢在这里闹事儿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这是黑金卡。现在能进了吗？能，当然能。您请。我不是让你拦着他们吗？你怎么把人给我放进去了？不是我不想拦，那男的手里拿的可是整个龙国唯一的一张黑金卡。什么？你傻啊你！一个环卫工手上能有黑金卡，那就是个假的，真是废物！苏少，我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带人把他赶出来啊！那两个是谁？怎么穿成这样也敢来？不认识，该不会是混进来的吧？哟，这不是那个环卫宫吗？这种地方也是他能来的，真是晦气！堂堂龙皇大典，让一个扫地的混进来，这酒店的安保都是干什么吃的？苏叶，你带他来是嫌丢人丢的不够。听说你被苏家除名了，净身出户，为了这么个东西，值得吗？苏叶，你好歹之前也是苏家大小姐，就算如今被除名，也不至于自暴自弃到嫁给环卫宫吧？环卫宫怎么了？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有什么丢人的？更何况，我相信凌霄总有一天可以扶摇直上，飞黄腾达。你就做梦吧！你给我滚出去！苏家人来了，苏叶这些年为苏家立了不少功劳，苏家人不会护着他吧？不知道，苏家一直没公开许过和苏叶拿钱，说不定真有可能。苏叶，我让你自己过来，你怎么还带他一起？他是我老公，我自然要带上。老苏，你不说你这个好女儿肯定听话吗？怎么来了还带个扫大街的，丢人现眼？姐，我不是让你穿好看点吗？你就穿这个。也是，离了苏家，你还能穿得起什么？这本来是你们苏家唯一一个翻盘的机会，可惜你们还是一如既往的不住。一个环卫工还敢大言不惭，苏叶，我现在都有点可怜你了，真是可怜又可悲。为了一个脑子有问题的环卫工跟苏家闹翻。苏叶，我要是你，现在就找个地缝钻进去，怎么还有脸站在这儿让人看笑话？凌霄的话什么问题？爸，您说我丢苏家的脸，那我问您，苏家今天的地位是谁拼出来的？妈，
您说我这些年赚的钱都进了谁的口袋？你更没有资格说我。你穿的西装，戴的这块手表，都是谁买的？各位，你们笑我为了个环卫工不要家产，那我告诉你，苏家这些家产本来就是我挣的，只要我想，我随时可以赚回来。而他，是我找了10年的人，是我这辈子都不能失去的人。够了，苏叶，你少在这装模作样！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离了苏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不怕告诉你，今天你来了，就别想离开。保安呐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这可是二殿下点名要的人，要是放跑了，你们一个也别想好过。让开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这么和我讲话？苏家主，你说离了苏家他什么都不是，那你猜离了他，你们苏家又是什么？还有你们，哪个可以做到像他这样撑起一个家族？这个男人，不愧是我找了10年的人。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我就是下一任龙皇。他说什么？他是下一任龙皇？哈哈，一个环卫工说自己是龙皇，太好笑了！他是不是不知道龙皇大典是做什么的？敢在这里冒充二殿下，怕是不想活了。一个扫地的也敢说自己是下任龙皇？你知道如今的龙皇是谁吗？那可是二殿下的父亲，龙国第1强者，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。苏叶啊苏叶，找10年找到个疯子。我活这么大岁数，还是头一回见这么不要脸的人。他要是龙皇，我就是玉皇大帝。既然你们都不信，那不如打个赌，就来赌这个仪式是不是为我准备的。你疯了吧？这还用赌？你想怎么赌？如果我是，你们所有人都给我给苏叶跪下，磕头认错。你说什么？让我们给他磕头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哼，疯子，彻头彻尾的疯子！你别真把自己给骗了，你要不是又怎么说？如果他不是，就让他当场以死谢罪。苏叶任我们处置。凌霄，别怕。好，我赌。好啊，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？二殿下的人已经到酒店了，你就等死吧。怎么办？要不你现在跑吧。放心，我能脱身，他们拿我没办法的。为什么要跑？所有人都知道下一任龙皇就是二殿下顾凌天，他一会儿就到了，你冒充他，不是正好撞枪口上了吗？谁告诉你我是在冒充顾凌天？二殿下到！怎么不是二殿下？急什么？这可是九长老，龙皇殿的大人。听说九长老在龙皇殿地位极高，这次来主持大典，可见对二殿下的重视。各位稍安勿躁，二殿下有事耽搁，稍后便到。继任大典按时举行。九长老，我有重要的事要向您汇报。你是？我是苏家的苏晨，苏家您知道吧？就是4大家族那个。总之，我要举报，刚才那个人就是那边那个环卫工，当众说自己是下任龙皇。对，九长老，我们都听见了。他说这次的龙皇大典就是给他办的，这种人简直是大逆不道，就应该当场处决。九长老，您可得好好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冒充下一任龙皇是什么下场。还有这种事儿？没错，我们都听见了。一个扫大街的也敢冒充下任龙皇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下任龙皇不就是二殿下吗？本座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，竟敢冒充二殿下。是你？九长老这是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难不成九长老认识顾凌霄？九长老这是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难不成九长老认识顾凌霄？九长老，您认识他？不认识。那您？本座只是震惊于这世上竟有如此大胆之人，敢在龙皇大典上招摇撞骗。
原来如此，九长老是被他的大胆给震惊到了。我就说嘛，一个扫大街的环卫工，怎么可能认识九长老？真是人不不要脸，天下无敌，把九长老都吓了一跳。这年头还真是什么人都有。抱歉，九长老，我们现在就走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你不认识我，很正常。这人脑子进水了吧？九长老明显已经动怒了，他还装什么呢？脸皮厚呗，毕竟当小白脸的有几个？毕竟你级别太低，没资格见我。放肆！你一个招摇撞骗的狂徒，不光假冒龙皇，还敢诋毁龙皇殿长老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底层人就是没见识，这回好了，惹了龙皇殿不会有好下场。这下看他怎么死！九长老，打死他，让他装。龙皇殿又怎么样？想动他，先过我这关。苏叶是吧？我知道你是暗夜的人，不过你以为你今天能护得住他？本座必须让他知道得罪龙皇殿的下场。看来顾凌天让苏叶嫁给他，不仅仅是为了苏家的产业，还调查到了苏叶的身份。别怕，我能搞定。凌霄，这些都是龙皇殿的人，几十个高手，你相信我。我相信你，但我不能让你冒险。你放心，我就算豁出性命，也不会让你受伤。这丫头怎么傻成这样？给我上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一个环卫工也敢惹龙皇殿，活该！这苏叶也真是够蠢，为了个男人连命都不要了。自作孽不可活。哼，傻丫头，这次换我来保护你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刚刚是不是眼花了？我都没看清，这些人怎么都倒下了？这么快的身手，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你竟敢反抗龙皇殿！你以为打赢几个弟子就了不起了？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二长老打电话。等二长老来了，让他亲自解决你这个狂妄之徒。二长老又算什么东西？不自量力，死到临头还说大话。你这种蝼蚁，二长老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。二长老，有人大闹龙皇大典，等着吧，二长老马上就到，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二长老可是龙皇殿第一高手，据说当年一个人镇压过藏龙院外围的暴动。看来这个环卫工死定了，可惜了苏叶，非要跟着他。没事，看我的吧。他疯了！二长老要是来了，他可就死定了。呸！还在装，一会儿有他哭的时候。九长老英明，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，就得让二长老来收拾。对，二长老一来，我看他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。一个环卫工仗着有点身手，敢在龙皇殿面前撒野，真是不知死。等二长老来了，我看他还怎么嚣张。哼，活该，让他冒充二殿下，这下遭报应了吧？苏叶那丫头也是蠢，非要跟着他。等一会儿二长老来了，给这个废物弄死，苏叶还不是得乖乖的嫁给二殿下？凌霄，你听我说，我现在拖住他们，你放心，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。这傻丫头都这种情况了，还想着保护我。别怕，我们谁都不用走。别怕，我们谁都不用走。你不懂，那是二长老，龙皇殿第一高手。你虽然能打倒那些护卫，但二长老不一样。顾凌霄，这不是逞强的时候。一会儿我冲上去，你往后门跑，我的人在外面接应，他们会护着你离开的。苏叶，你信我吗？我信，但我怕。信我，就陪我一起等。他为什么还这么淡定？好，我陪你等。来了！二长老，您可算来了！二长老，您可算来了！二长老，就是那个人，竟然当众冒充二殿下，还说自己才是下任龙皇。我带着龙皇殿的人出面制止，
他不但不认错，还动手打伤了10几个弟子。什么人胆子竟然这么大？你看看，这都是他打伤的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对，二长老，我们都看见了，他还侮辱龙皇殿长老，说9长老级别太低，不认识他很正常。这种狂徒就该当场处决。没错，一个环卫工也敢这么嚣张，简直是不把龙皇殿放在眼里。一个环卫工也敢这么嚣张，简直是不把龙皇殿放在眼里。二长老，您可得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无知小辈，今日便是你的死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二长老，您认识此人？是他，真的是顾凌霄，他竟然活着从藏龙霄回来了。可今天是二殿下的继任仪式，若当众说破，大典还怎么举行？不认识，本座认错人了。不认识，不认识，本座认错人了。不认识，那个，本座还有要事在身，先走了。二长老这是怎么了？脸色怎么那么难看？说不认识，可那表情分明是认识的。二长老那种高手应该不会认错人，这里面肯定有古怪。二长老为什么看到他就吓成那样？难道真的认识？他究竟是什么身份？哼，这就是你请来的救兵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二长老肯定是被这小子气的。你们想啊，一个环卫工虽然在龙皇殿的地盘上撒野，说到底还是个小丑。二长老是什么人？他能跟一个小辈动手吗？传出去多丢人！所以二长老才借口离开。他不是怕了，是不屑于和这种喽啰动手。有道理，二长老那种身份确实不好当众对一个小辈出手。对，赢了不光彩，输了更丢人，不如走人，让下面的人处理。苏公子说的对，还是苏公子聪明。原来如此，本座就说二长老怎么可能认识一个环卫工？苏公子果然机敏，苏公子果然机敏，还是苏晨聪明，我们都没想到这一层。这么一说就通了，二长老是不屑于动手。那小子还以为是自己多厉害呢，人家二长老根本懒得理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人家二长老不搭理你，就是怕脏了自己的手。你这脑子可太金贵了，用到现在怕还是99星。那是，我脑子好着呢。你敢骂我？你身手再快，能快过我的枪吗？苏晨，你疯了，把枪放下！放下？苏叶，你也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吧？你以为自己还是苏家大小姐吗？我把话撂这儿，你今天要是不乖乖嫁给二殿下，我就打死这个扫大街的！没想到啊，苏叶，你也有怕的时候。放了他，我听你的。来人，把大小姐绑起来，省得她待会儿又反悔。你们动他一下试试。哟，还挺横，我就动了，怎么着？苏叶，你这眼神可真够吓人的。可惜啊，你现在什么都做不了。至于你这个扫大街的，敢跟我斗，我今天就送你去死！你们动他一下试试。哟，还挺横，我就动了，怎么着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是不是眼花了这枪？枪自己碎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是不是眼花了这枪？
枪自己碎了。这么快的拆枪手法，这世上除了我，只有一个人能做到。难道不可能？绝对不可能！他只是个环卫工，不可能是那个男人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以后换我护你。是你在枪上做手脚了？你觉得我干得出这种事吗？那我就是买到劣质手枪了。对，一定是手枪质量太差才会自己解体。是你在枪上做手脚了。你觉得我干得出这种事吗？那我就是买到劣质手枪了。对，一定是手枪质量太差才会自己解体。没错，不然好好一把枪怎么可能1秒钟就碎掉？对，这扫大街的运气是真好，这都让他躲过去了。运气不好能当上小白脸吗？就这也敢出来丢人现眼？扫大街的，你装的还挺像啊！刚才那一下差点把我们都骗了。就是，我还以为他真是什么高手呢，原来是枪自己坏了。运气好而已，在那装模作样，可笑。这种人我见多了，碰巧撞上点好事儿，就以为自己真有多大本事。哼，狗屎运罢了。苏叶也是瞎了眼，非要跟这种人。这小子气力太强，看来本座只能另辟蹊径了。九长老竟然偷袭苏叶！堂堂龙皇殿长老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九长老这招高啊！这扫大街的不是运气好吗？这回看他还怎么好运！一个环卫工还敢从九长老手里抢人不成？小子，你不是能打吗？来呀，看是你身手快还是我下手快！你是暗夜的影玉！暗夜的杀手，暗夜组织的老大，代号影玉，据说他一夜能灭一门。你是暗夜的影玉！暗夜的杀手，暗夜组织的老大，代号影玉，据说他一夜能灭一门。不姐，你就是影玉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是影玉？暗夜的影玉，传说中杀人不眨眼的存在。我们刚才是不是一直在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是我养大的，完了，我们那么对他，怎么办？凌霄会怎么看我？他会不会觉得我可怕？果然是你。你早就知道？猜到了。你不怕我？怕你什么？怕你杀我。你要是想杀我，早就动手了，还用等到现在？我以为你会觉得我可怕，以为你会嫌弃我。你不怕我？怕你什么？怕你杀我。你要是想杀我，早就动手了，还用等到现在？我以为你会觉得我可怕，以为你会嫌弃我。傻丫头，你为了自保练成这一身本事，我心疼都来不及，怎么会嫌弃呢？谢谢你。既然身份已经曝光，那我就不藏了。我就是暗夜的杀手影玉，今天谁想动他，先问我答不答应。放心，我一定带你安全离开。好。走，你们一个也走不了。二殿下，是二殿下来了，太好了，二殿下来了，我们有救了。暗夜的人算什么？在二殿下面前都得跪着。二殿下，您可算来了，这里有人大闹继任典礼。没错，二殿下就是那个人，那个扫大街的，还有苏叶，他竟然就是暗夜的老大影玉。二殿下来了，您一来我们就安心了，有您在，看他们还敢放肆。二殿下英明神武，气度不凡，果然是龙皇之姿。二殿下亲自到场，这场闹剧也该收场。二殿下，老朽已经把苏叶带过来了，就等您亲自收服。二殿下今日更是格外气宇轩昂。行了，我也不是来听你们拍马屁的。听说有人冒充我，让本殿下看看，究竟是谁这么大胆子。这张脸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弟弟，好久不见。就是你？离家多年，认不出我也正常。倒是一个扫大街的也敢冒充下任龙皇，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死？我还不想死。不想死？那可由不得你。
得罪本殿下的人。不过，我倒是想好让你怎么死了。你敢这么跟本殿下说话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当然知道。你不就是柳若兰生下的私生子吗？放肆！来人，把这个狂徒给我拿下！你不就是柳若兰生下的私生子吗？放肆！来人，把这个狂徒给我拿下！二殿下，此人有些邪门，刚才他一个人打倒了我们10几个弟子，你可要小心啊！你说10几个人打不过他一个，一群废物。倒是有点意思。不好，二殿下这是真的动怒了，这回他们2个死定。你不是能打吗？来啊，我倒要看看是你快还是子弹快。今天哪怕你是块钢板，也能被打成筛子。住手！妈，您怎么来了？今天是你的好日子，妈怎么能不来？这么多客人在场，喊打喊杀的，像什么话？妈，不是我想闹事，是有个不长眼的东西敢冒充下一任龙皇。哦，什么人这么大胆子？敢？柳夫人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她好像是在害怕。夫人这是……妈，您怎么了？她竟然从藏龙渊活着回来了！不行，今天是凌天的继任仪式，说什么也不能被他破坏。好久不见啊，后妈。没想到啊，你竟然还能回来。不过我劝你不要闹事，别忘了，你爸还在我手上。各位来宾，这不过是个想攀附龙皇殿的小辈而已。今天是我们顾家的大日子，咱们先举行龙皇大典。夫人说的对，不能让一个疯子搅了二殿下的好事。夫人英明，这种人根本不值得理会。就是，继任大典要紧，别让这种人耽误时间。顾凌霄，你以为自己回来就能翻盘？太天真了。龙皇殿早就没有你的位置了，识相的自己滚。后妈，3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自信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就这么确认我父亲真的醒不过来了吗？难道那个老东西？不可能！要是我亲手下的，他不可能醒过来，绝对不可能！龙皇大典开始。不管是什么意思，只要继任大典完成，一切就成定局了。有请二殿下顾凌天接任龙皇之位。二殿下，请结龙皇令，这是历代龙皇的信物，见令如见主。从今日起，您就是新一任龙皇。等等，该来的人还没来，急什么？九长老，继续。二殿下，请结龙皇令。恭迎龙皇，恭迎龙皇！都起来吧，凌霄，我的儿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醒过来？我明明……爸，你怎么？刘若兰，咱们的账该算一算了。爸，我冤枉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刘若兰，这就是你的好儿子。完了，全完了！3年前，刘若兰在我饮食中下药，之后联合几位长老，逼我儿凌霄镇压藏龙渊。这3年，我被柳若兰软禁，不见天日，而他以我的名义掌控龙皇殿，培植亲信，为的就是让他的儿子坐上龙皇之位。竟然是这样！毒妇居然敢软禁老龙皇，那顾凌天也不是好东西，母子俩合谋篡位。顾凌霄是我的大儿子，3年前接下任务，镇压藏龙渊3年，如今便是名正言顺的龙皇。原来他真没骗人，他真的是龙皇，能从藏龙渊活着回来，也只有龙皇能做到。凌霄接令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新一任龙皇。
我记得刚才有人质疑我，就全杀了吧。龙皇大人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求您饶命！龙皇大人，我错了，您大人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龙皇大人，您放过我们吧，要打要罚我们都认。龙皇大人，我们真不知道您，要是知道，给我们100个胆子也不敢。姐，我错了，你帮我说句话，咱们可是一家人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我早就没有家人了。你还有我。参见龙皇，参见龙后。都起身吧，今日大典不必行常年跪拜之礼。龙皇陛下，小民愚昧无知，先前出言侮辱陛下，当众撕毁婚约，全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求陛下开恩，让我柳家上下一条活路。陛下，我先前势力短浅，仅凭一身衣着就随意贬低您，盲目攀附二皇子顾凌天，所有过错全在我一人身上，要罚就罚我，放过温家老小。我从前信奉钱财至上，觉得环卫宫低人一等，肆意嘲讽羞辱，我愿意交出秦家全部产业充公，只求陛下赦免秦家死罪。姐，我错了，从前我处处刁难你，为了家产逼你断绝亲缘，还派人刺杀凌霄，我混蛋！你在龙皇面前帮我求求情好不好？我们好歹一起在苏家相处12年。龙后娘娘，当年我借着养育恩情，逼迫你改嫁顾凌天，强行夺走你辛苦打拼的苏氏集团资产，是我老眼昏花，唯利是图，所有罪责由我一人承担，别牵连苏家其他人。小叶呀，妈从前说话刻薄，处处算计你的身家，如今肠子都悔青了，你心善，千万原谅我们一回。当初我净身出户，签下断绝关系文书，是你们步步紧逼，派人半路围杀我和凌霄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往日养育情分？现在大祸临头，再来攀扯亲情，太晚了。柳若兰、顾凌天，你们母子2人蓄意软禁姑，密谋篡夺龙王位子，勾结柳温秦3大家族，祸乱朝堂根基，此事绝无姑息余地。顾天雄，我跟了你半辈子，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凌天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当真要狠心处死亲生儿子？父皇，我从小被母亲教唆，分不清是非对错，所有阴谋都是母后一手谋划，我只是被利用的棋子，求父皇从轻发落。龙皇陛下，3年前我受柳若兰蛊惑，配合刁难陛下，逼您前往藏龙渊镇守，犯下大错，任凭陛下发落。柳、温、秦3大家族多年依仗皇家庇护，横行跋扈，勾结逆党。即日起，龙国正式抹除3家宗族名号，家产全数收归国库，族人贬为平民，发配边境劳作。求求您手下留情，顾先生，求您手下留情。柳家在本地经营100年，一旦出名，上百口的生计都会彻底落空。陛下，温家几代人勤恳经商，只是一时糊涂选错靠山，我们愿意散尽所有家财补偿龙国，能不能免去城府？我秦家所有不动产、上市公司全部上交，我愿意一辈子做工赎罪，求陛下饶过秦家普通族人。3前先皇耗费100年契远庇护3大家族，换来3份婚约，本意是让3家日后辅佐我稳固朝堂。你们转头勾结谋逆皇子，背弃恩情在先，肆意辱君在后，惩罚早已定下，不必再多费口舌。少爷，3大家族已经落难，我们苏家不能再步入后尘。12年养育之恩，就算9年不念情分，看在我当年把你从孤儿院接回来的份上，留苏家一线生机。是啊，小叶，这些年虽然我们贪图你的产业，处处算计你，但平日里衣食住行从未苛待过你。你一手创办苏氏集团，若是没有苏家最初提供的落脚之地，你根本没有起步的机会。龙后娘娘，我之前派人半路埋伏刺杀您和陛下，是被父亲指使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所有罪责源头都在我爹喵身上，我愿意独自受罚。当年我养父重病没钱医治，流落街头险些丧命，是我拿着凌霄赠予的玉佩换钱勉强续命，被苏家从孤儿院收养，我感念收留之恩，耗费5年心血把濒临破产的苏氏集团做成龙国顶尖企业，每年分红尽数上交苏家，早就还清12年养育开销。可苏家耗费资源扶持你上位，没有苏家名头，你再厉害也没法在商界立足。我暗夜隐喻的身份摆在面前，就算没有苏家，凭我一己之力，照样能建立跨国集团。当年留在苏家，只是想安稳寻找恩人，不是依附苏家生存。苏家靠着苏叶的能力一路崛起，却转头收下顾凌天聘礼，逼迫苏叶改嫁谋逆皇子，暗中安排暗卫暗杀凌霄，罪行确凿。苏家主脉家产拆分，一半资产用于帮扶龙国贫苦百姓，剩余部分归还苏叶。苏父苏母免除牢狱，但终生不能插手苏氏集团事务。苏晨曾雇凶杀人，送往边境服役5年。多谢龙皇开恩，多谢龙后手下留情。
顾天雄，苏家只是算计家产，顾仁兄就能从轻发落。凌天是你的亲生皇子，就算参与谋逆，也不该落得生死的下场。你偏心亲生儿子，不能如此狠心。父皇，我自幼被母后蒙蔽，从始至终都不知道袁继宁谋害大哥是滔天大罪。我被荣华富贵迷了心智，没有实际出手伤害任何人，求父皇从轻量刑。3年前，你借着皇子身份大肆收受贿赂，收拢朝堂官员，拉拢顶尖世家，暗中数次派遣杀手前往藏龙渊边缘偷袭凌霄，想要趁历练之时取他性命。桩桩件件都有卷宗佐证，何来没有害人之说？启禀龙皇，这3年我奉命暗中记录顾凌天罪证，上面记述了他收揽3大家族财物，私自培养私兵，重金雇佣跨国狙击手谋害陛下的全部证据，人证物证俱全。之前郊外公路暗杀，我驻所御毛毒针机关高价聘请800米狙击手的订单，全部出自顾凌天手笔。柳若兰在幕后统筹资金，母子2人分工明确。那些杀手和狙击手，都是我动用皇家私库钱财聘请。可我做这一切，只是想让我儿子安稳坐上龙皇位。我身为皇子生母，有错但不治死罪。当年我遭遇苏家软禁威胁，顾凌天私下允诺苏家，只要我嫁入王府，就帮苏家龙国大办地产行业。为了拉拢势力，随意许诺国家资源，这种人若登上皇位，龙国百姓日后必定苦不堪言。龙后所言有理，若是二皇子登基，咱们普通商户怕是再也没有生存空。多亏皇子平安归来，不然整个龙国就要落入母女2人手中。我没有许诺垄断资源，那都是苏家主动盘附，我随口敷衍罢了。你和苏家签订的纸面协议，此刻就在暗夜组织的档案库，阿七随时可以送来现场核认。需要现在让人取来吗？柳若兰蓄意软禁当朝龙皇，勾结皇子谋逆篡权，多年私吞国库财物，贬出皇后身份，终生囚禁皇家冷宫。顾凌天谋逆未遂，屡次雇凶弑兄，废除皇子爵位，流放极北苦寒之地，永世不得返回龙国京城。我谋划半生，终究输给你这个从藏龙院熬出来的野小子。野心配不上实力，落得这个下场，是你咎由自取。陛下，3年前我受柳若兰重金贿赂，连同另外2位长老一起在大殿逼迫您前往藏龙渊镇守，刻意借着大凶之地的环境，想要暗中耗损您的性命，帮顾凌天扫清继位阻碍。我自知罪孽深重，主动辞去龙皇殿长老一职，任凭陛下惩处。当年大殿之上，大长老、2长老、3长老3人联手施压，唯有你最开始犹豫不决，被柳卓兰威逼利诱才妥协。和另外3位主动同流合污的长老不同，陛下知晓内情。孤被软禁深宫之时，暗中安排亲信打探局势动向。3位长老收受贿赂明袭，柳若兰胁迫要挟的证据全部提前搜集完毕。凌霄镇守藏龙渊3年，也安排暗夜组织暗中盯着龙皇殿动向。阿七每月都会汇总龙皇殿情报递交给我，3位长老私下往来账目和柳温琴3家的私下交易，暗夜档案全部留存。没想到龙皇和龙后早有布局，难怪能稳稳拆穿谋逆诡计。我一时贪财糊涂，险些酿成龙国大乱。即便陛下从轻发落，我也无心继续担任长老之位。我愿散尽个人全部俸禄家产，用来弥补当年收受贿赂带来的亏空，前往边关军营做普通杂役，用余生赎罪。不必贬去边关，免去你龙皇殿实权长老职务，保留长老虚名，往后专职监管皇家慈善局，管控赈灾钱粮发放，用余下半生打理民生，弥补过往过错即可。多谢陛下宽宏大量，臣必定恪尽职守，绝不再犯半点差错。剩余3位收受贿赂的长老，即日起罢免所有官职，插配边境。相关文书稍后由内阁拟定下发。臣稍后便配合内阁整理另外3位长老的罪证清单，保证不留遗漏。柳温琴3家被抄没的海量家产，对接由9长老的慈善府统一盘点，优先用来修缮各地平民住所，资助寒门学子。谨遵龙后吩咐，我立刻安排人手对接资产清点工作，绝不私留1分钱财。今日大典到此暂歇，晚宴过后，明日正式举行完整登记仪式。各位宾客暂且移步宴会厅用餐。谢陛下。早知道苏叶的真实身份是龙后，咱们别说逼他改嫁2皇子，就算天天捧着都来不及。好好的豪门亲家，硬生生被咱们做没了，家产也凭空越想越憋屈。当初顾天守望子权势，柳文前3家全都依附于他，任谁也想不到一个环卫工能摇身变成真龙皇。换做任何人都没法预判。当初在路边看见陛下一身环卫宫装，我出言百般羞辱，回家还带人上门围堵。要是我当初客气几分，现在苏家何止是京城顶尖豪门，能借着龙后的关系直接跻身皇家外戚。龙后陛下，判决已经敲定，一半家产捐献慈善，剩余资产回归我名下。你们名下留一套老宅自住，每月我会固定拨发生活费，足够安稳度日。小叶，既然资产归你了，能不能把苏氏集团管理权再交好我们父子打理？我们保证好好经营，不再贪心私吞利润。是啊姐，
我经过这次教训，彻底踏踏实管理公司，绝不会再肆意挥霍资产。苏晨犯下雇凶杀人的罪责，5年边境服役是既定处罚。服役期满之前没有资格触碰集团事务。苏父苏母一辈子唯利是图，不适合执掌苏氏集团。5年边境苦寒之地，风吹日晒，我从小养尊处优，根本熬不住。姐，你再帮我求情，能不能改成罚金赎罪？我把我名下仅剩的首饰房产全部上交。当初你派暗卫连夜围杀我和凌霄的时候，没想过我们在荒郊地下直面杀手，稍有不慎就会当场殒命。现在惧怕吃苦，太晚了。那苏氏集团以后由谁掌管？集团上万员工不能群龙无首。后续由职业经理人全权接管集团运营。盈利除日常运转外，部分收益用于慈善帮扶，等于我们苏家彻底和一手做大的集团没关系了。集团本就是我白手起家打拼而来，当初被你们借着断绝关系强行夺走，如今物归原主，合情合理。草民柳波山代表柳氏全族前来叩见龙皇陛下、龙后娘娘，求陛下开恩，收回抹除柳氏宗族的圣旨。当年和柳若兰、柳梦苗勾结谋内的只有柳家嫡系一脉，我们旁部族人从老实施经商务农，不该跟着全族受牵连，被贬为平民发配边境。圣旨明文规定，柳家嫡系主脉全部发配边境，旁支免去发配刑罚，但收回皇家世代赐予的特权封地，取消贵族身份，贬为普通平民，家产只没收嫡系部分，旁支私产保全，何来全族连罪一说？我听闻柳家全族除名，所有家产尽数充公，族中老小一夜一无所有。是柳梦瑶刻意隐瞒判决内容，四处传播谣言，煽动族人闹事，妄图借着全族施压逼迫陛下改。你们听信片面之词，贸然堵门，已经触犯皇家禁令。我们被大小姐蒙蔽，不知道判决细节，一时糊涂才前来求情，绝没有挑衅皇家的心思。都是你们鲁莽行事，险些犯下大错。柳梦瑶勾结逆党，撕毁婚约在先，靠着家族贵族身份，多年仗势欺人，嫡系家产充公是赎罪，旁支能保住身家也是法外开恩。事到如今，我们知晓法理难违，只是旁支族人世代靠着封地农耕，突然失去贵族优待，生计艰难，恳请陛下酌情预留一小块良田。九长老即将接手3家超末资产，统筹慈善，后续龙国会在各地开放平价田地租赁，所有平民均可平价承租，柳家旁支和普通百姓享受同等待遇，不会刻意刁难。多谢龙后体恤百姓，我回去立刻约束全族，安分守己，做普通平民，不再滋生事端。往后龙国律法一视同仁，无论从前世家还是寒门，触犯法条一律依法处置，不要妄想靠着旧日世家身份走特权满路。谨遵陛下旨意。启禀龙皇龙后，我家大小姐温雪晴遵照圣旨，整理完毕温家全族嫡系所有资产清单，房产、股权、矿山、商铺全部汇总在册。另外，大小姐亲笔写下忏悔书信一封，托我转交二位。昔日我戴金丝眼镜，自持知性清高，嫌陛下新魏公出身粗鄙偏见，当众出言羞辱，撕毁婚约，盲目依附谋逆皇子顾凌天，错信世家权势大于人情。如今家族被撤贵族名号，是我一手酿成大祸。我自愿跟随嫡系族人前朱，用一辈子劳作弥补过错，往后不再留恋富贵荣华。温雪晴心性本不算大奸大恶，只是被家族势力风气裹挟，一心攀附权贵。清单账目条理清晰，没有隐瞒藏匿资产的痕迹，看得出来温雪晴确实诚心悔过。我家小姐连夜清点财物，3天3夜不曾休息。旁支族人已经按照陛下指令吹分家产，和嫡系划清界限，安稳回归平民生活。温家资产录入总账，由9长老统一掌控。部分资金用于开设全国连锁平价药房，帮聘仆苦病患。多谢龙后宽仁，我替温家上下谢过陛下隆恩。回去转告温雪晴，边境劳作期间若是踏实苦干，5年期满之后可申请返回京城定居，既往过错不再追究。小人必定一字不差带回口信，小姐得知一定会倍加勤勉赎罪。当初3女上门退婚，一个张扬艳丽，一个清高势利，一个拜金刻薄。如今3人尽数落难，世事当真变幻无常。若非10年前你我老街相遇，我赠玉佩救你养父，这辈子也不会结缘。他们的结局是贪心所致，咱们珍惜当下就好。等你正式登基之后，不用再隐姓埋名做环卫工，我们就能安稳相守。龙皇陛下、龙后娘娘，我家小姐秦子玉把自己私人珍藏的古董珠宝、珍稀字画全部整理出来，没有算进家族充公资产，特意送来，想要赠与陛下和龙后，以此弥补从前过错。秦子玉从前张口闭口金钱至上，觉得钱财能摆平一切，如今舍得拿出全部私藏赔罪，也算幡然醒悟。秦家嫡系资产已经依规收归国库，这些私人藏品我不能收下，全部转交9长老的慈善府，拍卖所得钱款划入助学专项资金。小姐本意是用珍宝赔罪，若是全部拍卖捐献，小姐的心意岂不是白费？收下珍宝便是私纳贡品，违背龙国律法，所有贵重藏品变现帮扶寒门学子，
才是这些珍宝最好的去处。秦儿玉发配边境之后，日常劳作艰苦，若是想要弥补过错，往后在边境踏实干活，便是最好的赎罪方法，不必再耗费心思赠送贵重礼品。我明白了，回去之后如实转告我家小姐，立刻安排人手把这批的藏品送往慈善府对接一接清点。秦家旁支此前靠着秦家资源垄断建材生意，即日起放开行业限制，所有商户公平竞争，杜绝垄断牟利。谨遵陛下政令，秦家旁支已经着手拆分垄断产业，拆分完毕之后开放市场。短短一天，柳温秦三家接连送来致歉信物。三家大小姐从前有多嚣张，现在就有多懊悔。权势富贵皆是浮云，脚踏实地守本心，才能安稳度日。这也是我今后治理龙国想要传递的规矩。有你执掌龙国，百姓以后一定会安居乐业。小叶，老宅这套独栋宅院，我和你妈商量好了，过户到你的名下，当做这么多年亏欠你的补偿，希望你能放下过往芥蒂。是啊，这套老宅地处京城黄金地段，市价上亿，算是我们拿出最大诚意道歉。我名下房产遍布全城，不需要额外添置宅院，老宅留给你们养老居住即可。姐，我马上就要启程去往边境，5年之内没法回京。临走之前想求你一件事，苏氏集团旗下的连锁商铺能不能每月给我留一笔微薄生活费？服役期间食宿由边关统一安排，不需要额外生活费。若是服役期间立功受长，边关会发放军功补贴，足够日常开销。边关条件恶劣，连肉食都难得吃上几颗。我从前锦衣玉食，实在难以适应。当初你带人上门打伤保镖，雇凶半路截杀我们的时候，从没想过我们被困性境，缺衣不食，吃苦是你犯错的代价。当年这间房是家里最好的卧室，我们却总想着压榨你的收入，现在想想真的对不起你。过去的事情已经翻篇，我不会记恨，但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一家人相处的模样。以后逢年过节，我们能不能上门拜访你和陛下，尽一尽长辈心意？日常若是偶遇，可以闲谈，不用刻意登门拜访，避免旁人借机攀附权贵。明白了，我们绝不随意打扰。吉时已到，恭请新任龙皇加冕。凌霄，今日你正式执掌龙国，切记体恤万民，秉公守法，不被权力迷心。凌霄谨记父亲教诲，以百姓安乐为己任，整顿世家陋习，完善龙国律法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平身。启禀龙皇，龙后娘娘劳苦功高，早年暗中以暗夜之力辅佐龙皇，稳定多方势力，恳请龙皇择良辰吉日举办皇家大婚，昭告全龙国。恳请陛下敲定大婚吉日。朕与苏叶10年前结缘，历经重重磨难方才相守，则3个月后金秋吉日举办婚礼。大婚当日，大赦轻刑罪犯，全国商户免税3日，与民同庆。多谢龙皇，龙后娘娘。不用大肆铺张操办婚礼，简单小宴邀请亲友就足够。你为我舍弃亿万身家，脱离苏家，数次以身挡险，大婚必须举国同庆，给你全龙国最隆重的婚礼。难得我儿觅得良配，婚礼由你全权筹备，所有事宜稳妥安排。我立刻通知人开始筹备大婚相关事宜，同步下发全国通告，